目前，台湾空军正全力推进下一代战机项目，即 EDF 先进防御战机。据悉，台湾军方依据美国某型战机的外形设计，制作了小型模型，并已完成风洞试验等多项关键进展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指出，在成功研发重型起落架的基础上，战机将采用独特的414引擎双发动机设计。他进一步透露，目前4大进度已完成，包括外观设计、风洞实验、重型起落架完成，以及发动机研发待突破。其中小型发动机已研制成功。张延廷还表示，台湾在研发 ADI 战机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引擎部分可考虑从美国引进。他预计，一旦战机首飞成功，美国很可能会出售35给台湾。此外，下一代战机的7大系统自制项目，如重型起落架、AEF 雷达、新时代飞空电脑、主动式电站系统、光电追瞄系统、内置弹舱航电、核心处理系统等，都将体现在 ADF 战机之上。有人可能会觉得，台湾空军似乎在走16战机的老路，但考虑到当前国际局势，这种发展路径并非不可能。然而，若真的引进 F-35战机，其性能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 F-35的战斗力依然不容小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F-35闪电2战斗机，作为一款集海陆空功能于一身的多用途战机，被归类为第5代战机。这款战机以其通用性著称，能够执行密集支援、目标轰炸以及防空截击等多种军事任务。其隐身能力使得 F-35在现代战场上具有显著优势，正是台湾空军目前急需的战机类型。张延廷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 F-35战机作战性能的契机，让我们共同分析并讨论 ADF 战机朝着 F-35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这能否让台湾空军在亚洲乃至全球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提及 F-35战机，我们不得不提及其与 F-22猛禽战斗机的关系。F-22目前仅供美国部队使用，而 F-35则更为开放，允许多国购买和使用。尽管 F-35同样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但其研发过程涉及多国参与和投资，因此成为首款被多国装备的第5代战斗机。F-35在设计上与 F-22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体型较大，因此被军迷们亲切地称为肥电。这款战机诞生于 GSF 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充分展现了其多用途和高性能的特点。F-35战机共有3个主要衍生型号 F-35A、F-35B 和 F-35C， 其中 F-35A 采用传统跑道起降方式， F-35B 则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而 F-35C 则是舰载机版本。每种型号都具备隐身设计，这在第5代战机中相当罕见。此外， F-35还推出了专为以色列空军定制的 F-35I 型。这些型号在性能参数上各有特色，但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其长度均为15.4米，翼展10.7米，高度4.33米，机翼面积达到42.7平方米，充分展现了 F-35作为一款高性能、多功能战斗机的强大实力。在当今世界，能够研制并装备第5代战机的国家寥寥无几。F-35的存在无疑提升了参与国在全球防务中的地位。F-35C 型战斗机在尺寸上相较于 A 型和 B 型有所增大，特别是其机动翼的高度和翼面积都有所增加。这种设计变化不仅增大了飞机的整体尺寸，还带来了重量的显著提升，特别是在起飞重量方面 ，C 型与 A 型和 B 型相比，重量差距大约在1000公斤左右。在性能方面， F-35战斗机能够达到 1.6 马赫的最高速度，续航速度则保持稳定，其最大升限为18300米，显示出优秀的飞行性能。尽管从速度和升限的角度看， F-35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及 F-22猛禽战斗机，但在作战半径上， F-35却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F-35各型号的最大燃油量在6000至8000公斤之间，其中 A 型为8391公斤，B 型为6045公斤，而 C 型更是高达8901公斤。巨大的燃料容量赋予了 F-35较大的作战半径。相比之下， F-22的作战半径仅为851公里。在 F-35系列中，即便是作战半径最小的 F-35B 型，其作战半径也有935公里，而 F-35C 型更是显著，达到了1240公里。F-35A 型的作战半径与 C 型相近，为1239公里。
尽管 F-35的3个主要型号在外观上差异不大，但它们的设计却针对了不同的用途和适用环境。这种区分在引擎的选择上得到了体现。F-35A 型作为陆基型号，配备了普惠 F-135PW-100型涡轮风扇发动机，主要用于取代 F-16战斗机和 A-10攻击机。它的任务涵盖了国土防御、地面攻击和侦察等，主要装备于美国空军及其他不需要垂直起降功能的国家。F-35B 型则是专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国皇家海军设计的，它配备了普惠 F-135PW-600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和劳斯莱斯的升力系统，使其能够实现短距离垂直起降。这一特点使得 F-35B 的座舱设计相对较粗，以容纳额外的升力风扇。F-35B 不仅在 F-35系列中独树一帜，还是航空史上首款能够实现垂直短距起降的超音速战斗机，展示了其技术上的突破和战术上的灵活性。在讨论了陆基和空基型号之后，我们来看看美国海军所使用的 F-35C 型战斗机。作为专为舰载任务设计的型号， F-35C 具备了若干特定的设计特点。首先，它的主翼和垂直尾翼面积都比 A 型和 B 型更大，这主要是为了在低速飞行时增强安全性。这种设计使得 F-35C 能够更加适应舰载机起降时的特殊需求。根据 F-35C 的这些特点，不难理解台湾为何对其抱有浓厚兴趣。F-35C 不仅战斗力强大、电战系统先进，而且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特别符合台湾的需求。台湾若研发 ADF 战机，并借鉴各国5代战机成熟设计，在相关构型设定上可节省大量经验成本，加上新时代电脑在立体工程构图模拟风洞的运用，通过数字化原型也可节省大量模具研发成本。ADF 的开发不仅具有成为 IDF 后继机的意义，还有助于加速取得 F-35战机。正如制造 ADF 的成功加速了 F-16获得雄风2型反舰导弹的研发，以及加速取得鱼叉反舰导弹一样，这都是有助于排除障碍并兼顾制造核心技术、获得成熟产品的良性循环案例。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央秀采访时指出，研发一款新型战机通常需要耗费长达10年的时间，然而等到战机问世时，其他国家可能已经迈入了5.55代战机的时代。因此，台湾在研发战机时必须超越第5代战机的技术水平，并可能还需考虑与无人战机协同作战的技术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垂直起降技术对于台湾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台湾更需要的是像 F-35C 这样的战机。F-35C 型战机采用普惠公司生产的 F-135PW-400型涡轮扇发动机，其主要目标是替代现有的 F-18战斗机，进一步巩固海军航空力量的地位。在武器系统方面， F-35C 展现了极高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它配备了盖22型平衡者机炮，火力强大，适应多种战斗环境。在空对空导弹方面， F-35C 拥有 M120、M9F 超级响尾蛇和 M132先进近距离空导弹等多种选择，同时还装备了欧洲制造的流星导弹，极大地增强了其空战能力。而在空对地攻击方面， F-35C 主要搭载联合空对地导弹和 GBU-39小曲径炸弹，还备有传统的 GDM 联合攻击炸药和 B61战术核弹等武器。尽管不同型号的战机在武器选择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在机载武器系统方面的差距并不明显。实际上，真正决定战斗机战斗力的因素不仅限于隐身和速度等传统性能，还包括航电系统的先进程度。在这方面， F-35战机表现出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 F-22、F-35的航电系统，由4个关键部分组成：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光电分布孔径系统，银航与宇系统公司的综合电子战系统，以及洛马公司的光电瞄准系统。这些系统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 F-35的作战效率，还加强了信息共享和情报处理能力。通过 F-35的先进数据链，不同型号的战机可以实现信息共享，解决了以往4代机在机载系统之间互不兼容的问题。这种数据共享不仅限于战斗本身， F-35还能将信息传递给地面或海上单位，如防空驱逐舰，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的角色。F-35战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前军总协调能力。在未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中，
这种能力将极大地提升战斗力和战场意识，使 F-35成为现代军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F-35战斗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发起的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也被称为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通常简称为 JSF 计划。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国防发展和采购项目，旨在替换美国及其盟友军队中现役的大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攻击机，包括 F-16战斗机、H 雷电攻击机、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以及 AV-8B 钥匙垂直起降战机等。JSF 计划的一大出发点是考虑到制造成本。当时 F-22等先进战斗机虽然性能卓越，但成本不断攀升，使得美国及其盟友意识到，依赖单一的高性能、高成本战斗机在短期内或许可行，但长期而言，形成规模化的战斗机队伍将面临巨大挑战，同时财政负担也将十分沉重。因此，美国各军种摒弃了各自独立研制战斗机的传统，转而共同开发一种既广泛适用、性能先进又成本相对较低的战斗机，这就是 JSF 计划诞生的背景。JSF 计划于1996年由美国政府正式启动，经过长时间的研发和整合，该计划明确了多项具体要求。新型战机不仅需要成本低廉，还需具备高度的致命性，能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有效执行空对地和空对空战斗任务。同时，新战机还需具备低可探测性的超音速飞行能力，以及高度的可靠性和维护性，相比传统飞机更易于进行升级。此外， JSF 计划还将垂直短距起飞和降落技术、海军近战术以及海军先进战斗机等多种技术需求整合在一起。最初，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麦道3家公司对参与该计划表达了兴趣，但由于麦道的设计过于复杂，最终未能入选。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决策不仅推动了战斗机技术的进步，还体现了军事装备采购领域多国合作与成本控制的新趋势。F-35战斗机作为 JSF 计划的产物，融合了各种先进技术，满足了现代战争对多功能、高效率以及经济合理性的综合要求。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波音公司共同参与 JSF 计划后，这两家公司的竞争变得尤为激烈。由于胜者将获得大量订单，这不仅是商业竞争，更是两家公司命运的转折点。为了确保竞争的公平性，两家公司均获得了7.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发展各自的展示型战斗机。这一资金限制旨在防止两家公司在争夺合同过程中产生过大的财务压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分别推出了 F-32和 F-35两款原型机，它们都采用了普惠公司的 F-135新型发动机。该发动机在推力、维护性和支援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升。然而，由于两款战机在垂直升力系统设计上的差异，所使用的发动机配置也有所不同。波音的 F-32采用了导流槽布局，与 AV-8B 钥匙战机的设计有相似之处，而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则采用了升力风扇系统来实现垂直飞行。2000年9月和10月，两架原型机分别完成了首飞。在接下来的1年里，他们分别进行了针对英美军方需求的基本型、垂直型和舰载型的测试和对比。整体来看， S-35的设计方案在多个维度上显著优于 F-32。F-35不仅升力更大，还巧妙地避免了发动机吸入废气，从而降低了尾部喷气对跑道或飞行甲板的热冲击，有效减轻了对机场社区的潜在损害。值得一提的是， X-35因为 F-35的原型机的兄弟风扇引入设计，使得发动机能够按照传统战机的气动布局定位，维持了战机卓越的气动外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此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成功利用了先前成熟的气动设计经验。然而，升力风扇系统的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战机的重量。相比之下， F-32虽然在外观上可能不够吸引人，但其机身重量却是竞标方案中最轻的，且航程和航速性能均表现出色。然而，在2001年10月26日，美国空军部长罗西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设计优势，最终战胜了波音公司的 X-32，赢得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这一决定不仅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成为军火历史上的赢家，更为 F-35战斗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F-32未能获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
在试飞中 F-35的表现更为出色。其次 ，F-32的三角翼设计未能满足海军对机动性和负载量的严苛要求。再者， F-32的垂直起降方式存在直接向下排放高温气流的问题，对机场跑道构成潜在威胁。此外， F-32在降落架放下时投放武器的设计也可能对机轮造成损害。除了这些技术和设计上的不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导致了 F-32的失利。尽管波音公司在此次竞争中未能如愿，但其在研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无疑对其他机型的设计和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JSF 计划吸引了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在内的11个国家的参与。英国作为首要合作国，其他各国则根据投资规模享有不同级别的参与权。此外， F-35还吸引了包括印度、加拿大、希腊等在内的众多潜在客户的关注。尽管 F-35在最大飞行速度和超音速巡航能力上可能稍逊于专业的空优战机 F-22，但其机动性却非常出色。作为多用途战机 ，F-35旨在辅助 F-22，共同执行作战任务。在战场上 ，F-22负责突破敌方防线，而 F-35则能胜任各种任务，充分展现了其多功能性和灵活性。F-35的出现不仅是军事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现代战争中对多功能、高效和经济合理性的全面需求的体现。通过其独特的设计和战略定位， F-35成功填补了现代空军在多用途战斗机方面的需求，成为全球多国空军装备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大家对这款被称为“肥电”的 F-35战机有何看法呢？在未来 ，F-22是否会被 F-35完全取代？而对于台湾提出的 ADF 复刻 F-35的计划，大家又有何感想呢？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